你睇緊嘅係 Music Theory Daily。喺影片開始之前，記得要做齊 SLS， 即係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打開小鈴鐺同埋 follow 翻我哋嘅 IG，以接收翻我哋最新嘅樂理知識啊！大家好，我係阿 Cat。嚟到第10集，我哋又翻去基本部，講翻最基本嘅音符。點解呢？因為之前嘅9集，我哋反反复复講咗好多關於時值同埋拍子記號嘅題目。如果你自己一個 percussion 或者打鼓嘅朋友仔，相信頭9集都已經能夠帶到俾你好多基本嘅拍子知識啦。認識完拍子之後，我哋就可以認識音符。因此喺稍後我哋嘅樂理教學系列多啲影片嘅時候，我哋會將不同嘅題目分類，以便大家去參考。喺第2集，我哋曾經提過五線譜係音樂專用嘅樂譜，佢就好似我哋讀書寫字嘅筆記簿或者畫畫專用嘅畫簿一樣啦。當我哋將譜號、調號同埋所需嘅標記畫上五線譜之後，就可以開始畫上音符啦。但係到底初學者可以點樣認得音符，等佢哋喺演奏上面更得心應手，或者喺樂理考試嘅時候唔會撈亂呢？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喺 A B C 歌入面 ，A B C D E F G 之後係 H， 但係請注意喺音樂上，我哋只係有7個音符，佢就好似彩虹一樣，只係有7種顏色。我哋只係需要將英文字母嘅順序稍為移位，將 A、B 調去後面，咁就係音符名稱嘅順序啦。因此要記住，音符佢嘅次序順序佢係 C、D、E、F、G、A、B。不過如果我哋需要將佢唱出嚟嘅時候呢，我哋呢就唔會直接唱佢嘅音名，相反我哋會唱佢嘅唱名，即係 Do、Re、Mi、Fa、So、La、Ti。因此 Do、Re、Mi、Fa、So、La、Ti 係佢嘅唱名，而音同音之間，我哋會見到佢有音高，就好似行樓梯一樣，一級又一級高。睇返五線譜，我哋見到佢都一樣，由 C 音到 B 音都係越嚟越高，因此我哋見到音符之間佢有音高 pitch height。因此我哋見到音名同唱名有7個音符。講返五線譜，我哋先要認識2個概念，一個係 line， 另一個係 space。五線譜上面佢一共有5條 line， 4個 space。line 即係線，即係有5條線，而 space 即係空間，所以佢有4個空間。要記住，我哋數五線譜嘅方法一般都係由下而上，而音符嘅規律由 Mi 到 C 開始，我哋見到佢一定係一個穿住線，一個喺線中間。喺解釋俾初學者嘅時候，有時我會形容佢哋好似魚蛋同埋戒指，音符出現嘅規律一定係魚蛋、戒指、魚蛋、戒指、魚蛋、戒指咁樣出現。佢哋一個好似魚蛋咁拮住條線，而另一個就好似戒指咁套咗落去個 space 中間啦。佢哋會不斷咁交接出現。但係到底可以點樣記住音符呢？
冇錯，佢就係 face，F-A-C-E 啦。face 嘅口訣或者有啲人都聽過，不過就容許我喺呢度解釋俾未聽過嘅人啦。喺第1、2、3、4個 space 之間，佢就好似戒指咁穿咗喺五線譜空間上面嘅音符。佢哋嘅音符分別係 F、A、C 同埋 E 音。當我哋認得呢4個音符之後，我哋就可以認得音符名稱嘅先後順序，判斷返其餘音符佢哋嘅正確音名啦。例如喺認譜嘅初期，我哋未能夠直接咁認得啲音符，但係我哋能夠透過一啲 reference note， 例如 F、A、C、E 去辨認返到底前面同後面嘅音符係乜嘢音。例如我哋見到 D 音佢喺 C 音嘅上面，當我哋認得 C 音嘅位置，就認得 D 音。此外 G 音亦都係一樣，當我哋認得 F 音係喺第一個空間第一個 space 嘅時候，我哋就知道 G 音佢喺 F 音上面，所以呢個係 G 音啦。此外 B 音亦都係一樣，因為我哋認得 A 音係喺第二個 space， 即係第二個空間入面，所以我哋認得 B 音喺 A 音上面或者喺 C 音下面啦。不過如果我哋熟習咗音符嘅名稱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直接咁將音符認住，就唔需要透過 F-A-C-E 呢個口訣去幫我哋記得音符啦。至於低音譜號，我哋都可以使用同樣嘅原理。喺低音嘅 space， 我哋見到佢分別係 A、C、E、G。由於低音係下行，因此加返其他嘅音符，佢哋就係分別係 C、B、A、G、F、E、D、C。再向下數，佢就會重複返嘅規律，就會繼續係向下行，分別係 B、A、G、F、E、D、C， 而高音都係一樣，一直重複循環上去。但係大家有冇發現，當佢越嚟越上同越嚟越下嘅時候，佢多咗好多條線呢？冇錯，佢就係附加線 （major line） 啦。由於五線譜只係得5條線，但係音符嘅數量遠遠都超越佢，因此我哋就需要自製附加線，確保音符之間能夠繼續保持魚蛋同戒指之間嘅規律。但係唔知道有冇人發現，太多附加線會搞到音符非常之繁複同埋難以辨認呢？由於每個樂器佢哋嘅音域都唔一樣，最高同埋最低音都可以好極端，因此呢，無限嘅附加線會令樂手非常之難以辨認，所以我哋有時候會用8VA 呢個符號去代替。VA 即係 octave， 因此我哋見到8VA 佢係解一個 octave， 因為一個八度我哋見到有7個音，而第8個音開始係下一個八度嘅開始，所以當我哋見到佢寫8VA 喺頂頂嘅時候，我哋就會將成段樂曲高一個 octave 去演奏，所以原本應該係寫成咁樣嘅音符呢，佢實際演奏嘅時候應該係高一個八度啦。有時
8 VA 呢個符號，佢亦都可以係寫喺下面。當我哋見到佢寫下面嘅時候，我哋就會知道佢係得一個8度演奏。本身寫成咁樣嘅音符呢，佢就會以呢一種形式去演奏出嚟啦。但係有時候我哋可能都會發現，有時候一啲樂譜佢會用8 VB 去代替。8 VB 即係解 octave lower。當我哋喺樂譜上面見到8 VB，亦即係都係表示嗰段樂章或者樂段需要向下移8度。但係有時候我哋會見到向下或者向上移8度，唔單止一個短短嘅樂章或者樂段啦，而係成份譜佢都希望能夠移上8度或者移下8度。當我哋見到個8字寫喺一個 clef 嘅上面嘅時候，我哋就知道佢成份譜都係需要演奏高8度。而如果佢係寫喺個 clef 下面呢，就即係表示佢成份譜都要向下移8度啦。因此我哋會發現，如果我哋就咁純粹用8 VA 或者 VB， 佢只係表示一個短暫嘅樂章，佢需要移高或者移下8度。但係如果我哋想成份譜都移高或者移低8度呢，我哋就會用 octave clef 去表示啦。但係請注意，原來有時候移高或者移低8度都未夠啊！有啲譜佢更加係會寫住15 MA。Oh my gosh, what is 15 MA？ 15其實係表示15個音符。如果我哋數下手指，我哋會發現第一個8度佢有7個音符，第二個8度又有7個音符，而最後一個音符呢，就係新嘅一個8度開始啦。因此15 MA 佢係表示橫跨咗2個8度。當我哋見到15 MA 嘅時候，就表示呢個樂段佢需要升2個8度啦。咁樣成份譜睇起上嚟就會比較工整，唔會好凌亂或者認到頭都暈晒啦。我係阿 Cat， 我哋今集嘅內容到呢度。如果你都鍾意或者有任何疑問，歡迎留言話返俾我哋知你嘅諗法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